古老而又神秘莫测的宇宙啊，有充足的时间和空间呢，诞生生命，进化出智慧文明。而不明飞行物事件自古就存在嘛，那外星文明真的和地球人啊有联系吗？近日呢，拉斯维加斯发现了 UFO 降落居民家后院，里面发现了大灰人，而许多居民呢都号称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景象。那外星人降临是真是假呢？我们能否揭开围绕 UFO 的重重谜团呢？让我们进入今天的故事啊，拉斯维加斯大灰人事件。以下的故事呢非常玄幻，大家理性观看。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唐。节目从这期开始呢，会进行抽奖活动，详情请见节目最后介绍哦。让我们先从一段报警的录音呢开始聊起。警察，我家后院来了一个外星人，他身高在 2.4 到3米之间，他绝对不是人类。那以上这段报警的事件呢，是来自于拉斯维加斯。在这段时间呢，拉斯维加斯最热门的话题啊，大概就是外星人。从4月底开始呢，拉斯维加斯的许多市民都发誓啊，说自己亲眼看到了 UFO， 甚至还有人说啊，外星人在自己家的后院里出现过。这些传言听上去啊是有理有据，有些人呢对此深信不疑，而有些人则认为啊，这纯粹是胡编的。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事情的起因呢，还要从几个月之前讲起。在4月30日晚呢，许多拉斯维加斯的市民都表示啊，他们看见了一道绿光划破长空，随后呢，像是飞机坠毁一样消失在了远方。至少有21个人当时报了警，甚至连东加州、内华达州、犹他州的人都看见了这道绿光。一下子出现了许多目击者呢，警员们当时也都懵了，议论纷纷。一位拉斯维加斯的大都会的警员说啊，我的警用记录仪也拍下了类似于 UFO 的画面。正当警方对这件不同寻常的怪事议论纷纷的时候呢，一个16岁的男孩子啊，他名叫安吉尔·戈麦斯呢，就拨通了911电话。他在电话里说啊，有什么东西从天上落下来，掉到了他家的后院里。安吉尔的声音呢，还当时带着一丝恐惧。他说，我们家的这个院子里突然出现了2个8英尺高的怪物，我向上帝发誓，我没有在开玩笑，我们都被吓傻了。他们的眼睛和嘴巴都非常大，而且眼睛一直盯着我们。他们看起来好高啊，有8到10英尺。他们不是人类，他们100%不是人类。在接到报警电话之后呢，2个警察迅速开车就赶往了安吉尔的家。但是呢，当他们到达安吉尔家之后呢，警察用手电筒在安吉尔家的后院搜索了一遍，却没有找到任何可能是外星人留下的痕迹，只有一个完美的圆出现在他们后院的这个草地之上。安吉尔说他没有拍摄到外星人但他坚持自己没有撒谎。他说，我一开始是不相信世界上有外星人的，但这是我亲眼所见，因此我不得不信。那报警的男孩心里很是忐忑，因为他既没有录像又没有证据，如果因为报警警察追究责任的话，那该如何是好呢？但是警察并没有因此而责备他，而是对整件事件呢进行了严肃的调查。他们敲了安吉尔邻居家的门，拦住了过往的车辆，问他们有没有看到飞碟之类的东西。警方称呢，同时有这么多人说自己看到了外星生物，这也太奇怪了。最后警方呢并未将这个调查结果告诉安吉尔。但数日之后呢，警方在安吉尔家的后院安上了一套价值不菲的高科技的监视装置。警方表示呢，这是在保护安吉尔家，是为了防止你们被那些不明飞行物的狂热爱好者纠缠，不然他们会不停地让你讲有关不明飞行物的事。用这样昂贵的监控设备来保护我们吗？安吉尔有点不相信。于是这种怀疑和困惑就在安吉尔的脑海中不断的滋生，他就觉得警方已经难以帮到自己了。所以在6月初呢，他就把自己那天经历过的事情在网络上公之于众。他说，当天夜里呢，我们听见有什么东西从天而降，有一道刺眼的闪光划过。接着他说，我感到一股强烈的冲击波，好像这个汽车爆炸了之后。他就说，我和我的家人们当时都十分的惊讶。但是当我想一探究竟的时候却发现那一片区域一片模糊。我听见了数以千计的脚步声，但是过了一会儿呢，脚步声和模糊的视线一并消失了。然后我就看见了一个非常高大修长长着一对古怪大脚的青灰色的怪物，他的眼睛和嘴都非常的巨大。他说，我听到了他粗重而洪亮的喘息声，还有他的腹部在不断的蠕动。我当时都吓傻了，浑身僵硬，一动都不能动。过了好几秒呢，我才赶紧回到自己的房间并拨打了报警电话。在这个视频里呢，他自己展示了他的报警录音，以及一段拍摄不明飞行物的录像，还有摄像头记录下来的巨大的声响，以及这一天警方的奇怪反应。除了这些更让人奇怪的是，安吉尔家的院子原本是有监控的然而当时那只飞碟落下来的那一刻呢，监控画面就自动关闭了。而当监控画面恢复正常的时候
那只飞碟和怪物也都一起消失得无影无踪。此外，安吉尔也将这一段叫做第一部分的视频呢发出去以后便没有了后续内容。但这一系列不同寻常的事情却让大家对 UFO 和外星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这一段录像被公布的几天后呢，又有拉斯维加斯人呢宣称看到过 UFO 的身影。那是6月22日晚上2个白色的圆圈呢就出现在了拉斯维加斯的上空。它们并排旋转持续了20分钟左右，短短的2个月的时间，连续发生了2起多人目击 UFO 事件这引起了不少网友的热议。说到这里呢，很多人都怀疑这件事情的真实性。不过拉斯维加斯的电视台知名的 UFO 调查者乔治纳普他多次采访过安吉尔一家，他说安吉尔一家人的说法都能够相互印证，听起来并不像是在撒谎。在事情发生后的几天呢，2个警察去拜访了安吉尔的家人，而安吉尔的家人说他们在家门口看见了一辆黑色的轿车，上面挂着政府的牌子，而附近的奈利斯空军基地和五角大楼都说自己与此事无关。那黑色轿车里的人到底是什么来头呢？黑衣人吗？另外呢，记者纳普还透露呢，其实安吉尔拍下了一些关于这只外星生物的画面，不过呢，暂时他不敢公布。虽然安吉尔并没有将自己拍下来的画面放出来，但是网络上的另一段视频却引起了所有人的注意。莫非这就是安吉尔家后院所冒出来的那只怪物吗？在网络上的这一段视频中呢，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只浑身赤裸的巨大生物，它像人一样用2条腿站立，四肢和手指都很修长，给人一种有爪子的感觉，而且在其背后呢还拖着一条长长的类似的尾巴。这个奇怪的生物的侧脸和之前报道过的这个大灰人有些相似，但是网络上的这段视频呢是在2023年的5月拍摄的，并没有标注具体的位置信息，所以我们现在还不能确定这个生物就是安吉尔家后院消失的那一只。虽然到现在为止呢，国际上还没有哪个国家明确的承认过外星生物的存在，但对于人类来说呢，地球上确实有着许多我们并不能够理解的未知物质和未知现象。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谈谈几种常常被人提到的外星人，其中灰人呢是最广为人知的一种类型。他们的特征就是脑袋很大，眼距很宽，手脚很修长，其灰人的皮肤呢也不都是纯灰色，它们的颜色有多种多样。从各种目击报告中来看呢，目前已知的颜色有白色、灰色、白灰色、灰蓝色、灰绿色等等。按照身高呢，还可以将它们划分为2到3米的大灰人以及1到2米的小灰人。还有一个关于灰人的事件呢，就是希尔夫妇被外星人绑架事件。那是在1961年的9月，希尔夫妇开车从加拿大的尼亚加拉大瀑布回到自己的家的途中，根据他们2人的回忆呢，2人位于晚上10点15抵达了兰开斯特以南地区的时候呢，一道亮光在空中闪现。巴尼呢先看到了靠近月球位置出现了一个光点，接着他叫贝蒂去看那个光点。一开始他们还以为那是一颗恒星，后来呢他们就发现那个光点居然在自己移动。巴尼就试着让自己相信那个光点是一颗卫星，又或者是一架飞机，但是从外表看来呢，那个东西并不是他已知的物体。贝蒂呢就说他的姐姐在多年前曾经看到过一次飞碟，所以贝蒂就认为天空中出现的那个光点非同一般。于是2个人就把车停下来，拿着望远镜看了看。那个光点似乎还没有什么大的变化。在他们驶入南边的一条人迹罕至的运送木材的道路上之后那个不明飞行物体的体积呢居然越来越大，缓缓地朝西方移动。于是巴尼再次停下了车，拿起了手中的望远镜。这一次他看清楚了，这个光点拥有碟子般的外形，以及一排排的窗户，还发出5颜6色的光芒，好像呢还有几个人站在窗边注视着他们。当时巴尼吓坏了，赶紧躲进了车里。接着他们就快速启动了汽车开走了。之后他们再也没有看到过类似的奇怪的东西在他们附近，但总能够听到一阵嗡嗡的声音在车顶，也不知道是从哪儿传来的。随即呢，2人就失去了知觉，直到2个小时之后呢，他们才恢复了意识。等他们回到家之后呢，才看到了巴尼的皮鞋有破损，而贝蒂的裙摆呢也有撕裂的痕迹，以及汽车内呢有一些难以解释的痕迹。在21号呢，他们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汇报给了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在20号那天呢，空军基地的雷达也发现了不明物体。在发生这起事件之后不久贝蒂一连几天呢都在做关于这次经历的噩梦。在梦里呢，她和她的丈夫她说是被外星人抓走，困在一艘飞碟里面，并被一群外星人监视和检查。她把自己的梦呢告诉了她自己的丈夫。接下来的日子里呢，贝蒂就到本地的图书馆去查阅了大量的 UFO 资料，并根据书上附带的地址呢，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一封信，就送到了美国的大气现象调查委员会。最后呢，一位叫做瓦尔特·韦伯的工作人员就找到了他，
在采访中呢，他就发现这个希尔夫妇根本就无法解释清楚当天消失的2个小时时间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他回去以后呢，就将这件事情写成了一篇很长的报告，发送给了空中现象调查委员会。那第2年呢，巴尼的高血压和溃疡的复发呢，医生就说这很大程度上可能是由于心理原因而导致的。于是呢，他们就去找了波士顿有名的精神科医生本杰明·西蒙。那西蒙就对他们进行了催眠治疗。通过催眠呢，他们居然就回忆起了当时被外星人绑架而消失的那2个小时时间去了哪里。他说那2个小时中2人呢是被绑架到了外星飞碟上。从巴尼的记忆来看呢，在飞碟上的大部分时间呢，他都因惊恐与愤怒紧闭双眼。为了进行研究呢，这对夫妻当时还被分开带到了不同的房间。按照他们的说法呢，这种生物有着灰白的皮肤，手脚与人相似，大眼睛，鼻子和嘴很小。在治疗中呢，2个人还回忆起整件事情中的一些细节，比如外星人给他们做了哪一些检查，而且根据贝蒂的记忆呢，有一名外星人曾给他看过一张星图，上面有他们所处星球的位置信息。贝蒂呢在催眠的状态下还绘制出了这张星图。总之呢，经过了一番催眠治疗呢，希尔夫妇的情绪已经平复下来了，精神呢也就渐渐的恢复了正常。但是2个人的故事呢，也以不同的方式被流传了开来，吸引了一位来自于俄亥俄州的老师。他是一名业余天文爱好者，名叫马乔利·费雪。他对贝蒂画出的星图产生了深厚的兴趣。经过研究呢，费雪得出的结论是这份星图代表的就是39光年之外的王古座星系。也许在那里呢存在着一种灰人种族。那这种种的经历使我们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就是小灰人是否真实存在呢？而无独有偶呢，根据美国前情报官员的透露非人类智慧型生物曾经对人类进行过恶意攻击。而美国前情报官员大卫·格鲁什就站出来说有人类呢被非人类智能伤害和杀害的恶意活动出现。当时的美政府尽其所能来保守这个秘密。而格鲁什呢，曾经是美国国家侦察局不明空中现象特别工作小组的前情报官员。在23年4月离职之前呢，他一直是美国国家地理空间情报局不明现象项目的联合负责人。早些时候呢，他曾在接受访问的时候就表示美政府呢就发现了一艘完整的部分不属于人类的智能飞船。在最近一次访谈中呢，格鲁什继续爆料美政府的 UFO 搜索项目呢已经把发现的不明飞行器交由一个国防承包商来保存了。同时他指出 UFO 也有可能是从另一个维度来的，而且这些 UFO 未必就是外星人，而是有可能从更高维度的物理空间而来。在他看来呢，这种非人类的智慧型生物有时候会表现出恶意，甚至会伤害人类。他说我们的逻辑错误就在于认为他们是高等生命，所以他们是善良的，但是我们无法了解他们的目的。他说由于涉及到了一些机密所以不便于透露细节，但我已经从几个项目的负责人口中得知呢，这种恶意行为的确存在。格鲁什提到呢，被发现的一些不明飞行物体积很大，他曾经在接到空军基地下发的任务后呢，前往过 UFO 坠毁的地点。当时调查的人员正在用机器正在从地下挖掘出一架坠毁的 UFO， 这架 UFO 的直径大概有9米。可是他说他当时一进去觉得自己呢像是来到了一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间。他还开始感觉到了恶心，迷失方向。最诡异的是呢，这架 UFO 中似乎出现了扭曲时空。他说等他从这个 UFO 中走出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自己在 UFO 中待了4个小时。可是他明明感觉呢只在那里待了几分钟而已。当然了，以上的这些事件呢都没有充分的证据，也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毕竟呢世界上存在着太多的未解之谜了，所以大家呢理性观看。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好啦，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这集内容大家还喜欢吗？喜欢的话点赞留言支持我们一下哟。我们会在每集节目下方留言当中选出一位幸运的粉丝。奖品的内容呢，就是宇哥之前讲过的这一些书籍还有小唐抱过的娃娃。那抽奖的标准是什么呢？抽奖的标准呢，就是我会在节目下方留言当中呢选出一个我最喜欢的留言，所以大家要多多留下精彩的留言，吸引我的注意哦。搞不好下一位粉丝就是你呢。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拜拜。